欢迎收看莫宝龙新一期视频。在很久之前，UP主曾经做了一个1级兵的炮灰能力排名视频，当时是打算把1到7级兵都进行一个排名的。为什么一直没更新呢？因为 UP主因为当时 UP主觉得自己技术不过关，在2级兵里面可以说是英雄辈出，既有像雷元素这种不像2级兵的2级兵，也有强哥这种如同1级兵的2级兵。咱们还是和1级兵的排名一样，只排升级版本，有一些像狼骑一样升了级之后才会质变，也有一些像马格一样在原版里面升了级还不如不升。当 UP 主仔细的思考排名之后，我发现这似乎非常困难，因为在2级兵里面除了强哥之外一无是处的兵根本不存在。所以说接下来的排名我会针对在本族里面的核心程度进行一个排名，除了核心程度之外，上手的难易程度也作为一个参数。UP 主将这11个兵种分为了5个梯队。首先是第5梯队，没什么卵用的弯囊废型。这个梯队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有一位，就是咱们的强哥同志。他最大的归宿就是进入骷髅转换场变成骷髅兵，属性一塌糊涂，速度也很慢，输出更是可以忽略不计，哪怕是姜王博士斯强克亲自带队，输出也丝毫不见起色。有朋友可能会说，强哥毕竟生命只有20点，拿来守城是不错的。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，它不是守城不错，而是只适合守城。之所以感觉到守城不错，是因为你从始至终都没有买过强哥，后期敌人大兵团攻城的时候，城里面的强哥都攒了很多了，那个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感到，这个强哥还真的很肉呀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强哥还有什么优点吗？没有了。可以说排名视频无论怎么排，2级兵里面的倒数第一那只能是强哥。接下来是第4梯队，他们虽然没有明显的短板，但是在本族里面却并不是核心，代表人物就是咱们的海源同志。这个兵要产量有产量，要速度人家也不慢，要杀伤力人家3到4。这个兵种你基本找不出任何明显的短板，它就像一个大号的带兵，但是人家带兵在1级里面有着冠绝群雄的属性，而海源的属性怎么看和众多的2级兵相比也没有代差。玩港口的话，他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路人甲，有他没他一个样。在鹰3里面战斗力低不可怕，最可怕的就是他平庸。你像鬼龙之流若出天际，那么他们的讨论度自然很高，而我们的海源则是由内而外的没有存在感。接下来这位如果放在原版的话，我觉得能给个第5梯队。原版的马格你不能指定他的攻击地点，可以说只要你的部队和敌方的部队缠斗上，马格的火球你就扔不出去了。所以说一些地狱玩家在玩原版地狱的话，一般是不升级马格的。但是到了深渊号角不一样了，人家可以 AD 版，即使2个目标没有相邻也可以同时烧到。如果能够稳定每轮烧到2个目标的话，它的输出不输于神射手，看上去不错。但是呢，玩过地狱的都知道这火猴子有什么输出呀？其实可以 AD 版的话，它的输出并不差，但是这个东西升级是需要水银的，一般情况之下你不会自发的去升级马格，并且由于地狱只有1个远程兵，是一个远程弱族，所以说你也没有必要学个剑术。论核心，地狱只有2个核心，一个是火蝶，一个是恶魔，你这个和老大抢资源的兵你就靠边站吧。相比于强哥，战斗矮人的风评就要好很多，原因很简单，人家真的是有输出，并且人家速度有5点，守城的话就是6速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人家产量还比强哥多。尽管他是后期决战的主力，但是他只能在第4梯队，因为他在壁垒压根就不是核心。经常玩壁垒的朋友想必也知道，壁垒人家是用人马和大地打快攻的，真要到了你得买老树和矮人来守城的时候，在战略上你已经一败涂地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玩壁垒能够从头到尾没有决战的话，矮人也相当于一个不存在的兵种。所以说尽管他很强，但依然是第4梯队。可以这么说，兵绝对是个好兵，但是和壁垒的整体运营思路不搭。在一个派系里面，出场率是衡量一个兵种核心程度的重要指标。好用归好用，但是你不买那就相当于没有。就像在生活当中，别的什么都得靠边站，只有健康才是第1梯队，而口腔健康就是其中之一。
有个好东西必须和兄弟们分享一下，它就是萌芽家的王者冲牙器。我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它就有点像那个高压水枪，牙缝和死角的清扫都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权威的书籍也认可了冲牙器，并推荐我们使用。萌芽家每支冲牙器都经过严格36道检测，他家对质量很有自信，要是1年就用坏了，你直接扔了就行，反正他家不会给你修，省得麻烦，直接再寄给你一个新的。当然啊，如果你用3、4、5年才坏，他也能给你半价换新，反正玩的就是一个终身售后，这也是我强烈推荐的原因。质量真的没话说，现在每次饭后都习惯用，能冲出来很多渣渣不说，我感觉我的牙垢都不长了。我记得我以前抠后面大牙是会有白色软垢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？就是那种臭臭软软的，牙刷还刷不掉，每次我都是用指甲抠下来。可能有兄弟说花重金买个电子牙签太浮夸了吧，说过几天等他自己出来，求你了，千万别等他自己出来啊，你那个嘴棒臭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这牙缝养蛊呢。怎么说呢，1、2百的冲牙器确实是牙签的几十倍，但是平摊的每天也就只有2毛钱。关键现在去医院看牙是真的贵，光一根根管治疗的钱都可以买20支王者了，至少。长期来看，冲牙器还算是一份投资理财呢。反正现在我是真的离不开冲牙器了，给你们示范一下。它用法就是放进嘴以后 M 型移动，你看啊，它喷头是360度的，冲每个角落都不费劲。档位有3个选择，给你感受一下区别。水箱的话是透明可拆卸的，非常卫生，而且它水装满刚好是我一次的用量，放心用就是了，全身都是防水的。最关键的是它还有45天续航，出差旅行寒暑假都可以带着，反正不用充电我就开心。我这里有咱粉丝专属福利，机子到手才199，想体验的朋友记得先在评论区领取优惠券哦，送自己送家人都是不错的礼物。这一位照理说不应该在第4梯队，因为他在塔楼里面压根就不是核心，但是呢，偏偏在前期你离了他还不行，所以UP主思前想后，把黑曜石像鬼单独开列，把它放进第3梯队。第5梯队是完全没用的兵，第4梯队是不是核心的兵。那么蝙蝠的第3梯队就是明明不是核心，但你不得不用。石像鬼升级很容易，而且前期的养步也得靠它，并且前期没有建设铁人的话，大丢丢的护航工作也得他来完成。就像三国志里面颜白虎势力，只有他还有他弟弟，这2位大概就是石像鬼这种，明明属性一塌糊涂，但就这俩人你不用还不行。UP主在之前塔楼介绍视频当中给石像鬼起了一个贴切的外号，飞行强哥。制作石像鬼总共分3步，第1步找个强哥，第2步给强哥安上2个翅膀，第3步让强哥飞起来。这个兵种怎么说呢，就算是匹克杰姆亲自带队，他的输出也非常乏力，整体上是一个速度快但打不出任何输出的兵种。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到了第2梯队。第2梯队的兵种有2个特点，要么它是本族的核心，要么它非常厉害。狼骑在升了级之后，那是当之无愧的据点小核心，一些据点高手喜欢用狼骑来开荒，仿佛在他们手里狼骑一变而成为了一个最强的2级兵。但是在UP主看来，它有3不好用。首先它很脆，作为一个2级兵只有10点生命值，其次它得升级，有那个资源还不如建个大雕。第3就是这个玩意儿上手难度真的非常高，我想在座的大部分朋友都没有真正的学会使用狼骑。如果你问UP主喜不喜欢用呢，那当然不喜欢，这个兵种实在是过于费脑子。UP主之前和真哥闲聊的时候曾经提过狼骑，对于狼骑真哥也有一个独特的看法，用毛暴龙的话翻译就是没出些东西啊，玩浪费。对于广大新手而言，狼骑这个兵种能够排到第2梯队末端已经是奇迹了。如果你非常喜欢狼骑，那毫无疑问它是第1梯队。如果要给它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的话，狼骑的缺点是要大于优点的。这位和狼骑一样，如果使用得当的话，上限非常高。如果不会什么花活，就把它当一个高速飞行兵来看的话，也很合格。鸟人理论上不是地下城的核心，但是在有些时候你显眼之柱出不来，你就只能升级鸟格。这个时候原本不是核心的阴森女巫就变成核心了，攻击后返回外加不受反击，在超过 50% 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高速的近战杀伤力不减的远程兵。UP主地下城玩的比较多，阴森女巫也算是很会用。实际游玩的话，它的上限没有狼骑高，但是下限很稳定。新手的话，你把它当成一个远程兵来用也并无不可。要说缺点嘛，也是有的。首先这个东西卖得很贵，170金币，然后就是超大的杀伤浮动，吃个胡椒直接变成小怪物。但是相对的，如果你有杯子的话，它的输出就很稳定了。
整体上属于那种好用灵活，但输出并不爆炸的兵种。接下来就到了第二梯队的上游，这些兵种都是客观存在的小核心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核心，无论在新手还是老手眼里，他们都是核心。首先是工厂的工程师，工厂的难点还有爽点都是工程师的修复，如果使用得当，能够打出非常奇妙的战分比。但是今天咱们先不聊这个，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工程师并不完全只靠特技吃饭，本身人家2到5的杀伤、7点速度、16点的生命值，并且这个兵种也可以双喷，大家往往会因为它的修复特技就忽略掉了它卓越的战斗力。其实工厂的工程师特萨姆是一个低配版的小狼王，如果狼骑特用着不顺手，可以先拿工程师特来练习一下。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感觉不出工程师的输出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输出都让半生人打出去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 UP 主不停地强调，工厂虽然有2个7级兵，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前期派系。这位是如果带 UP 主个人色彩的话最好用的2级兵。但是做视频要客观，蜥蜴勇士这个兵无论怎么排是不可能成为2级兵第一的，因为要上线人家有狼骑在那等着，要下线人雷元素也有话说。蜥蜴弓的优点就是它过于皮实耐造，兵种强弱贵在可靠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必须得活着才能有输出。好了，讲完了优点，咱们来聊一下缺点。尽管蜥蜴勇士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2级兵，但是它依然只能排在第2梯队。因为玩家在很多时候感觉到蜥蜴勇士很厉害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首发了维斯特。如果不是大女婿带队，而且你也没有剑术的话，无论你承不承认，这个东西开荒效率是远不如神射手的。另外再讲一个冷知识，被人称作只有性价比的半兽人首领，实际上同等价格之下射不过洗衣工。都看到这儿了，还不点个关注，一键3连一下吗？是吧？数据好的话，咱3级的排名很快就奉上。神射手严格来讲它不可能是第1梯队，但是考虑到看魔暴龙视频的玩家大部分都是新手，那种新手向的排名的话，神射手还是应该排进第1梯队。这个兵虽然属性极其垃圾，生命值只有10点，非常的脆弱，仇恨值极高，对射射不过洗衣工，见他喜欢招呼他，敌方的霹雳闪电喜欢往他身上砸。但是你不得不承认，神射手在城堡的开荒工作里面绝功甚伟。这个兵种胜在它上手难度很低，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，拿神射手去开荒应该也遇不到什么技术上的难题。至于后期还活几个胜不胜得下，对城堡来说都不重要，有它对城堡很重要。当年绝大部分玩家第一个游玩的派系都是城堡，而神射手就是鹰3安排给广大玩家的新手福利。尽管到了现在水平上升，觉得神射手有种种的缺点，但是在当年谁还不会感慨一句，这个兵是真好使啊。如果说神射手排到第1梯队有待商榷的话，那么接下来的雷元素则是毫无疑问了。雷元素在2级兵里面的表现基本相当于把一个高中生拉到初中去做题。这个兵种要速度有速度，要肉有肉，要杀伤力也有杀伤力，缺点就是杀伤力浮动太大，而且怕闪电。一旦你的英雄学会了杯子，给它套上，这个时候雷元素的杀伤力就要直逼大地。另外就是雷元素是毫无疑问的2级兵老大，并不因为它的属性不是个2级兵水平。你像咱们下期视频讲的冰元素，尽管它的属性在3级里面也是名列前茅，但是在性价比这块是拉了大分。而咱们的雷元素这个属性、这个输出、这个速度275金币真的不贵，他当老大是实至名归，所有人都服。那么这样的话，2级兵的核心程度排名就排完了。倒数第1是强哥，第4梯队战斗矮人马格还有海源，第3梯队就石像鬼一个，第2梯队狼骑、洗衣工、鹰神女妖、工程师。如果用狼骑用得很熟练的话，狼骑就进入第1梯队，第1名雷元素。那么排名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3级视频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